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汤圆是大家都非常喜爱的美食，很多人都喜欢自己动手制作。然而，有时做出来的口感可能不尽如人意。今天我就分享一个特别简单实用的方法，让你煮出的汤圆既 Q 软又饱满，又弹牙，不粘锅，不破皮，粒粒分明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跟着视频，看看这道汤圆是如何制作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适量的糯米粉，放入盆中，再倒入适量的温水，记得不要一次加太多水，如果不够再继续添加。将糯米粉揉成团时，如果团成后掰开时有裂缝，且略显干燥、掉渣，那么即使技术再好，也很难做出漂亮的汤圆。不过，我们知道糯米煮熟后会变得非常粘稠。接下来，提前准备好开水，取一小部分糯米团，将其压平，这样更容易煮熟。将压平的糯米团放入锅中，待其煮熟。煮熟后，糯米团会浮出水面，呈现出粘稠的状态。这时可以将其捞出，放回剩余的生糯米团中，让熟糯米团将其粘合在一起。揉匀后，你会发现就像变魔术一样，糯米团完全不会裂开，延展性极佳，软硬适中，甚至比橡皮泥还好用。开水烫糯米粉的原理也是一样，让一部分糯米粉先熟。你也可以将这两种方法结合使用，以达到更好的效果。这样制作的汤圆不仅美观，而且会非常有弹性，和口感也非常好。接着将面团分成两半，其中一半的面团来做一个彩色的糯米团，加上少许的红色食用色素，然后用手揉面团，让颜色分布均匀。揉完好的面团用保鲜膜包起来，醒15分钟。现在我们来准备馅料。今天我们来做花生馅，准备一把花生，倒入料理机里，再加一把腰果，一把炒好的白芝麻，加入它们，花生馅味道更丰富。把它们打碎，打好后，把它倒入碗中，加入适量的白糖，搅拌均匀，就形成花生馅了。将已经醒好的红色和白色糯米团各取一些混合，你就能得到第三种颜色，浅紫色。接下来，我们可以用这3种颜色分别包汤圆。下面介绍2种简单的花纹变化。将3种颜色的糯米团各取一些，搓成相同长度的长条，叠放在一起，轻轻搓长，然后切成小圆柱状。用大拇指从圆柱的一端压下去，形成一个小碗的形状。将小碗的边缘捏薄，用小勺帮助控制馅料的大小，大约放入1勺的馅料，然后轻轻收口。搓圆，通过简单的几步，你就能制作出一个漂亮的3色汤圆。另外一种花纹，取4个红色糯米团，3个白色糯米团，红色糯米团要大一点，把糯米团压平，
然后红先放在底下，白色糯米团再放红摞在一起。在中间切开，你可以看到它的花纹了，轻轻搓长，然后切成小圆柱状。切开后，同样的方法包汤圆。一个有漂亮花纹的汤圆就包好了，我们再把其他的包好。全部包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我们准备1块生姜，把它切成片。我特别喜欢姜味浓的，就像我们这样准备多一点哈，切的大片一点。等一下再熬煮一下，可以把它先夹起来，这样我们成品就看不到姜了。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红枣，把它剪成小块。把红枣子去掉，接着把刚才煮糯米团的水煮开，煮开后，然后把姜放入锅中，红枣也加入来，再加入2勺的红糖，红糖的多少可以按个人口味加，我一般都会加多一点糖。然后我们就盖上盖子，给它煮个10分钟左右。现在小火煮了10分钟了，现在满屋子都是这个姜味，已经把姜味煮到这个汤里面了。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姜给它夹出来，然后把汤圆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。这里要提醒一下朋友们，不要一次过将所有汤圆倒入锅中哦，最好一个一个的放，这样能避免汤圆粘在一起了。在煮汤圆时，要用铲子轻轻搅动几下，以确保汤圆受热均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小颖每天都会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给小颖点个赞哦，或者留言转发一下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保持小火慢慢煮。我们会看到汤圆全部浮起，这时它们已经完全熟透。如果不确定，可以用筷子夹一下，检查汤圆是否滑嫩且有弹性，这样就说明熟了。注意不要煮过头，否则颜色会变得暗淡。现在可以将汤圆捞出，用勺子舀入碗中。准备好美美享用啦！咬一口这种汤圆的包法，皮都不会厚，是薄薄的一层，配上香甜的白糖花生，既是美色又是美味。这样煮出来的红糖姜汤圆完整又漂亮，特别清爽，不会全部粘连在一起。在寒冷的天气里，吃上一碗甜甜的汤圆，内心会感到无比舒适。虽然做汤圆看似简单，但其实也有一些技巧。掌握了以上的方法后，大家煮出来的汤圆就会滑嫩 Q 弹，而且不粘锅、不破皮，汤汁也会特别好吃哦。红糖姜汤圆不仅是一道美味的甜品，更是一种温暖的享受。每一口汤圆都带着红糖的甜蜜和姜的温热，仿佛让寒冷的冬天瞬间变得温暖起来。红糖姜汤圆，它不仅滋养身体，更温暖了心灵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收藏。如果想吃但不会做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。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关注我，让您的家常菜丰富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